大家好，这边是 TYK Steel 的 Beam for Rivet， 我是吴健，很高兴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室内设计怎么样直接运作。好，那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今天会来跟大家讲怎么样从头到尾开始直接从你什么都不会的状况下进到 Rivet， 而且可以快速把室内设计学起来。事实上这件事情并没有非常困难，只是很多人不了解这件事其实有它一定的程度的基本的前置准备。好，那我们来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案子哈，这个案子基本上它是一个完整的 project。那在建立一个基本的室内设计模型之前，其实你要先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太需要一定要理解什么资料库的问题。虽然我们在真正的课程上是会教大家这个事情的，但事实上这件事没有非常必然，也没有非常必须一定要做这个事情。主要是因为我们要跟各位理解的这个状态是，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啊，如果说你今天真的要把所有事情都搞定的话，你当然需要一些资料库，需要一些你的元件库、材料库。但事实上，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你能够把你原始的想法想好，你只是要建个模型，那倒很容易。好，我们来实验一下。当然，在那之前，我们必须要先让大家理解，到底你做完会发生什么事情。好，那我们来现在开始哈。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 model， 它在建模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比较完整的内容。那这是我们在一个室内装修的案子哈，它其实是从客厅到你的房间，那它有一个客厅、2个房间、2个卫浴。那整个的 project 里面呢，它会包含了从客厅进到这个整个后面的柜体，然后到这个餐桌，还有这个收纳柜，包括这边有设备柜。那这边有厨房，那这边有第一个客人的浴室，那这边有个书房，书房这边有一个书桌，还有它后面的收纳柜，可以看到这个角度。那过来这边有个客房哈，这客房是有一个卧榻的，就是它有个开放的这个平台。那进到这主卧房，还有它的客人那个主要的浴室。好，那你看到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过往在建一个模型，不论你从 CAD 或从 SketchUp 做进来，你还是会有蛮多问题要面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今天认真的要去面对这整个内容，你一定要去想啊，我怎么样建这个 model？那怎么样建这个 model？ 它会有很多背后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来开始。那你看一下这个平面图。一般来说哈，这个平面图我们要去做的时候，它一定要有一个前置作业，就是我大概有哪些基底。那我们在做真正的 model 的时候，其实它是这样的，它会把所有的基本的模型建出来。那基本模型建出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我们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只要把这个原来的图说把它找出来就好。所以我们快来示范一下基本的图说怎么做。好，我们来找一下这个基地现况哈。那这个基地现况呢，它当时是给我们提供 CAD 的啦。那所以大家看一下，它这基本的只是一个基本图说。好，这边有基本图说，看到这个地方基本图说。那我们有基本图说之后，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开始。好，那我们来开一个新的专案。好，你看这个新的专案呢，它是一个基本的建筑专案哈。那我们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之下就空了。我们今天开这个直播也主要是要记录给所有的这个真实的使用者。如果你完全不会，或者是你其实曾经有学过，但是你忘记了，那或者是我们的学员，当然你会有所有的 project， 可是我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show 给大家看怎么样快速进入。好，你进入这个完全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之下，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我们先开一个新建的这个平面图。那你的平面图当然这是1楼嘛，很多人会误会这个事情啊，你可能就是没有特别去注意说，我其实应该要开一个复制的图说，这跟大家讲一下。那我们当然就是要先告诉自己是平面图，当然这其实是一个你的室内设计案子，你不用像建筑案子一样啊设这么多有的没有的事情，它基本上就是只要你把这个高层把它弄定就好。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平面图先把它写进去。好，那你看这个位置呢，就这样子。那我们把原来的底图抓进来，直接从图片拖移进来就好。你唯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基本尺寸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当然你就需要去问清楚，因为每个案子有每个案子的基本事情。那我们来这个确认一下，就是说，像这个案子它原来应该是有一个基本的尺寸的。那正常来讲，如果你拿到案子的话，它会给你 CAD 档。那当然我们这个案子其实也是有 CAD 档的，我们就把它拉进来，一样拖移进来。然后拖移进来之后，这个 AutoCAD 的档案呢，它进去，它会
跑在一个你可能不一定知道的位置，因为你拉进来的时候，我们会有蛮多内容的。那怎么样汇入这个内容呢？各位记得看一下哈，我们这边有，我们这边的播放清单里面都有提到，像这个基础解惑。那基础解惑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个怎么样快速把图拉进来的内容。我们今天就不要再把这个教太多哈，我们主要让大家知道怎么做。好，我们往前拉动一下，我们看一下影片。我们这边有一个直接将图拉进来的一个方法。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记得去看一下哈，有这个你就知道怎么把 CAD 直接汇进去，这很方便。好，那我们来继续讲这个内容哈。那你看这样拉进来之后，我们大概知道基本的尺寸嘛，我们抓一个尺寸就好。我们主要是要知道说，你基本一个尺寸标注给我们。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用图的，绝对是没问题的。像我现在知道说这一个段落从这个墙中心到这个墙中心是45公分，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够了。我这边标注这边设一个基本的尺寸。那我们刚刚都知道这个墙中心的位置的中心点到这个的中心点是45公分。好，所以我知道这一条应该是45公分。我把这条点一下哈，然后我们给它一个标注。OK， 我们先将这一段重新标注一下。我要的就这段距离而已，所以我将这一段到这一段设一下，我要45公分。好，所以以这个状况来看，我只需要把这个事情跟这个事情叠在一起。好，这张图说我点一下，然后选这一个段落，我只需要把这个地方叠回到这个地方，那就是我们原来的尺寸了。好，所以这张图说基本上已经回到真正的尺寸，这很快很单纯，它就是这样做而已。那接下来我们快速来建模跟建墙。你看一下哈，基本上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就先选个墙。我们这边不告诉大家太多这种所谓的资讯设备，我告诉大家怎么建模，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其实这东西进到室内设计是相当简单的事情。好，你看这个地方，我基本上就是用基本的 RC 墙，我不要做太多的东西，因为是前置作业，我很快速的你可以看到，我将这地方直接对下来，好，直接对下来。如果你今天有 CAD 的人会更快一点点，那我们用 CAD 来让大家理解一下。很多人其实要进到这个门槛，你都不是初学者，你有可能都是室内设计已经经营过一段时间的人，那么拿这个来做是更快的。你可以看到用这个墙，我们直接点选线，我们知道这段15公分嘛，所以我们偏移一下7.5公分。你可以看到直接这样点一下，好，看这个厚度可能更厚一点，我看一下哈。我们先将这个的尺寸弄对，我们刚刚还没有处理这个事情，45公分到这边事实上是45公分没有错，那就没有问题。好，你可以看到这地方把这个墙带进来，那我们先知道一下这个的尺寸，因为不知道这个尺寸，你其实在拉的时候不精确了哈，15公分没有错。那我就用一个墙，现在15公分的，我直接点选它的边界，然后偏移7.5公分，直接你看它就长起来了，有没有看？它是长起来，直接长起来，好，直接长起来。我们将几个重要的这个叠出来就好，叠出来就好了。你如果有交叠的东西没关系，你就让它叠一叠，叠完之后我们等一下再来修正就好，那很快的。好，所以这段还有一个小的墙侧墙在里面，好，这样子，然后这边有一个，这看起来不是15公分哈，所以你就必须要给自己一个尺寸，是12公分。那好，这时候跟大家讲一下，你的墙15公分，你叠一下，你复制一个，把它变12公分的，12公分。好，本来就有12公分，那好，你看这边有12公分 ，OK， 直接点选它。我现在要点12公分的，12公分的偏移大概是6公分，那好，一半。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一段，好，这一段好，你看这样子，你的基本的这个内墙就很快速的搞定。而且你是跟着一个底图的，当然还没有结束，哦。我不是说这样的结束了，你要知道说你先点了哪些东西，这样你才能够快速的将你的内容把它弄定好，不然很容易会没有把事情做完就结束。好，过来你看，我们选择 TR Trim 去做处理，你用 TR Trim 去做，然后还有一个 AL 延伸的地方去把这些东西把它接上去。好，所以像这一段的，这就 AL 延伸过来，把它接过来。你要记得哦，点这个面去点这个让它接过来 ，OK， 然后这一段你直接把它补上去，因为这个其实是他们交接处的一个做法
OK， 那这边还有一段，你看这一段到这一段用 TR trim 把它给接过来。好，你看某种程度来说，现在你的3D 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模型了，好，一个基本模型。当然这一段是女儿墙，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好，女儿墙你等一下来处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立面图，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呢，跟之后，在室内设计真的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你基本上就一层楼嘛，除非你做复层。那么如果这种状态是这样，你的天花板高度你知道，假设它是300公分，直接调全部，你看一起拉下来。那唯独就像这种女儿墙的，你自己要点它一下，像这女儿墙，我就不用让它到全部，我只需要到110公分，它就下来了。OK， 好，所以在这边已经完成了很基本的这个墙体。那很多室内设计师其实不会太 care 柱子的，我们也不太 care 柱子，其实不是很重要，所以你就用你刚刚自己的墙啊，自己的墙，直接快速的用一个框架，帮你自己把这个你可能的柱子这种东西画出来就好。其实这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的影响。那如果说你担心这个事情，当然没问题，我们就直接选择柱子了。但是因为你原来的预设柱子它需要去设这个尺寸，我们就不在这边赘述了，太累。那你就直接用刚刚你知道的方法，比如说你这个是12公分的墙或15公分的墙好了，我们一样偏移7.5公分，直接将你这一段把它吃进来。你看，你基本上就已经把你的这个柱边把它给建出来了，这真的不是什么困难的东西，很容易。好，我们把几个主要的轴把它抓出来。对于我们很了解哈，其实很多室内设计师对于这种事情其实真的不会那么多琢磨，那其实也真的没那么重要，因为在室内设计你要面对的事情其实不是那些什么柱梁墙板，而是你最后的那个视装出现的成效嘛。所以这样子，你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叠过来，长过去，很快就可以得到这个事情。好，所以从这边来看，你已经得到一个基本的内容了。好，那过来这是再往后走，假日还有电话。等一下，好，那你看到这个地方，这样基本上你已经把这个基本的墙做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下简单的楼板哈，楼板我们把它做出来。你刚基本上你已经有做个墙了嘛？事实上，楼板这件事你可以直接把它整个抓出来，然后你直接看到这个3D 的地方，你看看是不是在你的位置。那你点完之后，你回到刚刚的平面图，你将多余的用这个点选线把它点掉，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内容可以这边去切割。那你需要搭配一下 SL 这种切割的这个线，帮助你去快速的截到这个位置。好，那这一段到这一段，好，我们继续把楼板这个地方点一点。因为你这个地方一定都是你自己要的内容嘛，所以你把你的周围把它点一点，这样你才能够找到你要的这个线。你看我点了很多线，其实很方便的，因为我点完这个线直接是你刚刚做的墙，然后我用 TR 把它给接起来。好，然后这一段把它接起来 ，trim 把它接起来，然后到这个位置，好了，多余的把它去掉，然后里面这个杂线是不用存在的，基本上这样已经抓完这个基本的范围了。我们再回到3D 看一下，你看你的楼板已经出来了，当然这段不够出来的，记得再修正一下就好。好 ，OK， 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其实才过了大概不到10分钟，我们已经把基地膜的基本的这个建筑物拉起来了。其实对于我们在跟屋主沟通的时候，这也是很方便的一个做法。我很快就可以把基本的平面图做完，那我可以在上面做一些简单的手绘，那么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做前置作业了。好，所以对于做一个前置作业这么的单纯，这么简单，那接下来就是在做我们的室内设计的一些事情了嘛。好，那我们回到刚刚原来的 model 里面看，这个室内设计的时候会有几个东西要面对啊，基本上就是天地墙嘛。第一个天花板，你需要好好的去做一个漂亮的天花板，或者是你需要天花板，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天花板可以去呈现。过来，你需要去好好把地板的材料搞定，所以地板的材料，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材料或者特别的处理，你要去处理。过来就是墙壁，你的柜体、你的造型、你的一些关系，还有柜体这种你的衣柜啊、你的书柜啊、你的墙柜啊，有没有？这些东西都是组合的内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在这里呢，你会发现这个柜体是一个组合的内容，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柜体，它其实是整体的，它是整体的。那你可以直接在那边做修正跟做处理。
所以像这样的东西，你做好一个墙体之后，你后面就会有基本的这种你的这种柜体的后板，然后还有你可以去分割你的柜体跟内容。好，那我们怎么样跟大家讲这个内容呢？来看一下，基本上我们很快速的教大家怎么样把一个基本柜体建起来。那我们先复制一个出来跟大家介绍。好，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把刚刚这个抓过来之后，你会看到它有基本的事情被带进来了。好，那你看这个位置，我们刚刚把它复制进来之后，它会有个基本的方位哈，因为刚刚那个方位跟方位不一样，我们转向一下。好，我们把它对齐过去到原来的位置。好，我们来看一下3D。所以基本上这一段你刚刚所做的这个事情，它已经被切过来了。我们把谱面框打开哈。你看这一段它已经被延伸下来了，所以你刚刚说，如果你自己有做这个内容的话，你很快速可以把它复制过来。这边是要跟大家讲哈，如果说你自己在做就是不同的案子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些你既有的这些天花板跟柜体或者墙体，你是可以这样做处理的。透过这件事情，你可以快速的帮你把整个内容先复制过来，再去做修正，这些很方便。那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柜体的处理。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在这边的这个柜体，它是一个有板的内容，所以这个板的内容呢，我们把它隐藏起来。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柜体，而这个柜体呢，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个内建模型。那内建模型在做的这个内容呢，我们跟大家讲怎么做。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原来的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些空间是要让我们去做切割的，所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切回来，先单纯的做基本这个柜体。我们拿这个来去做简单的厨具的范例哈，所以你看厨房在这个地方，我们透过这个模型内建去建这个橱柜的内容。那我们写一下厨房橱柜。好，你透过这个事情，你用这个基本的板，你只要先做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个板你要去建模嘛。那过往我们在建模的时候，其实都是用这个量体去建的，而这个不是哈，这个其实你是要真实的给它一个底材跟板，所以我们先选择它的底材，让它有个底材，这个是底板，这底板，那我们直接快速的去建这个事情。那当然我们要选一下基本材料了。假设它是系统柜的话，你必须要去把系统柜整理一下。所以我们先找一下，我们先做个系统板。你看这边有系统板，我们自己建好的内容。然后你知道它是从这个底板，我们是系统柜通常是8到10公分的一个底板，先这样子。你看它就有第一块底板了。那接下来就是要做它的整个的后面的柜子，我们复制一块这个内容，在这边编辑。你只需要知道说，我其实这个是它整个长起来的嘛，所以我给它复制2公分，我将这个地方点一下，让它跳旋起来。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从10公分到这个台面大概通常90公分，我到87公分，我台度要有一个人造石，它这样起来一个基本的柜子。然后我知道这个事情它一定要封到下面嘛，所以我复制一个对齐，让它从0到刚刚的8公分，所以你下面就已经完成了。下一个，我们这边开一下拟真，让大家看一下，大家会比较有感觉哈，就是说，它其实是有材料的感受。OK， 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有些材料的。OK， 那我们回来到这个描影，所以到这个地方，你把这个复制贴上同一位置对齐，你可以看到它从你的87公分到90公分的时候，是你的台面材料。OK， 好，所以基本上这个柜体已经到这里，得到一个比较快速的内容了。好，你看到这一段，再回到平面图，这边的这个柜体已经建完了，那接下来要处理一下它的门片嘛，门片分割在这个地方。我们很快速的做法哈，就是说，你不用用这个太多的线去处理，你只需要做一个空心挤出去解决它就好。所以我们复制这同样的一块，去让它变成是空心的，然后并且把它编辑。我基本上只需要去切掉几个位置，譬如说我大概知道这地方有一个柜体的门片，然后我用一个0.5、0.34 mm 的去切。回到3D 看一下，你可以看到这边你有做一个东西，它就帮你切割一个缝，
而这个缝呢，你只需要做切割的动作，它就可以帮你把你刚刚下面的柜子把它切开来。所以你可以快速的在这边找出一些你要的分割缝，比如说你要几个分割缝，它就可以出现几个分割缝。OK， 好，那这样完成模型。所以我这边是要跟大家介绍这个事情，就是说，事实上，你如果今天要建这个整个 model 的时候，你要处理的事情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快速的帮你的那件模型处理好。而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的天花板，天花板在这个地方，我们回到这个地方继续看，你看这个天花板，它是有很多种做法的。最快的做法是什么呢？最快的做法就像这样子，我现在平面图上，我直接选择我要的天花板，然后在这边你看哦，这边有个基本的天花板嘛哈，高度2.6米，我直接点一下，瞬间它就完成了这个天花板，这天花板就完成了。所以对你来说，这其实只是一个很快速的界面，而且它这样的天花板，它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些反馈。那我们现在来简单看一下这个空间的内部哈。当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3D 的图说，我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个天花板高度在这个位置，而且它是真实的存在的。而这个材料呢还可以变动，你看它现在基本上是没有材料的。假设我天花板我也一样用刚刚这个另外一个排木皮，那我这样做之后，你可以看到它就会出现一个像木皮的材料。OK， 那这个材料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编辑一下。像这个地方，我们这个是花板哈，花板你看它，我们用的就基本的一个底材。那如果我今天把它选择清水模的材料，我们来看一下这材料的内容，它现在是用这个角度去做处理的。我们继续把它做成一个清水模材，你可以看到，我们先把它用成一致颜色，它其实颜色上是看得到的，而且你用拟真的话，你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它的表面材料的变化。好，所以回到这地方来哈，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回到你的整个 model 来。我们可以快速的拉一个简单透视图，我们拉一个3D， 拉一个相机，你可以马上看得到，原来你刚刚所做的这个事情，在这边就已经有一定的效果出来了。那当然你可以拉动一下角度，一般拍照不是这种角度啦哈，所以我们拉开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亮度拉开，我们先将它不要用室内的亮度，我们把照明先把它打亮一点。好，先把它打亮，因为现在完全没有开窗啊，所以看起来里面很暗。可是你就可以马上拉出一个简单的角度来，而这个角度呢，你就可以从这边得到一个基本的天花板的内容。那你当然你开拟真的话，它就会自然而然出现你的基本的材料。好，那你还没有设任何材料，当然会看不出太多东西。不过对于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话，它是方便的，因为你基本上建模都要时间嘛，不论用 CAD 或 SketchUp 都是要时间的。所以说透过这件事情你去看，你就可以快速的建出个柜体来。那天花板你刚刚也很快速可以完成了。那接下来就是一些家具了，我们来看一下基本的家具怎么放进去。好，像这个地方我们就把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东西复制进来。譬如说，我有一些基本的配饰，我有一些简单的沙发，我有一张这个桌子。OK， 我这样 copy 到我们新的这个档案里面来，然后你把它放在这边，直接将这边贴上，直接跟它对齐哈。你可以看到丢进来之后，它位置不太一样，因为本来的它的交接处都不太相同，但没关系，我们处理一下，它就可以解决了。先把这个转向一下，然后我们把它移到同样的位置，往上移动，然后这边这一段这个沙发我们一样转向一下，然后把它移到我们里面。再往上移动一下，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已经看到这里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会发生什么事。你看原来是在这个位置嘛，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案子，你看它也被带进来了。所以带进来之后，我们回到刚刚3D视图看，你就会看到其实家具已经进来，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答案。这时间呢，我们来马上进到 Inkscape，Inkscape 很快，我们进到 Inkscap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先把它关掉哈。那我们来看一下 Inkscape。原来刚刚的案子的 Inkscape 呢是这个内容，这是我们刚刚做好的 Inkscape。那你可以很快速的看到，其实当你把模型建好之后，你进去到里面，它其实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视角。比如说我们进到这个客厅，它会自动切过去。好，看到它切过去，那你是可以给它一个日照变动的，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打开到一个角度，你看到那个日光会在不同的时间射进来 ，OK。那当然你马上就可以去调整一下这个的亮度就是说，我们想要让它曝光高一点，我就拉亮一点点。那我们想要让它这个颜色再淡一点，它就出现淡一点的结果。所以在这个状况，你可以在里面游走。好，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那我们里面的内容呢，就完全都可以被看得到，而且你可以在里面自然快速的去取出你要的这个图片跟相片。那你看，在这个地方，你拉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你是可以快速的做出动画来的。包括像这个地方你看我把角度拉到亮一点的时候，不同的角度它会射进来不同的阳光嘛，所以看到这阳光进来，那同时间我们刚刚说了，这其实是可以将亮度再调亮一点的。所以如果你想要让你的整个的自然这个人造光再拉亮，你拉亮起来它就更亮一点。好，那它可以找出一些不同的亮度，帮助你去呈现你要的这个效果。好，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刚刚抓了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模型，我们先退后看原来的状态你看这边是我们刚刚抓出来的，那现在我们去看另外一个档案，你看它同时有2个档案嘛，所以我开这个地方有另外3D 视图，有没有？我们刚刚抓出来的东西也是快速建模的结果，有没有？所以其实只不过是你的模型的细致度跟你的材料细致度的变化，这些对我们来说是很简单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那你透过刚刚这个内容，你是可以找到你要的东西的。比如说我们再去回到刚刚的电视墙，它跟2个专案同时进行嘛，所以你进到另外一个专案里面，它就会得到另外一个结果。有没有看到这边又出现，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内容。所以事实上你要怎么去拉动，真的是随心所欲的去发展。同时间你看我们现在看走室内对不对？我去找一下，像我现在想要做一个剖面透视图，你已经设定好的剖面透视图，你看这边有剖面透客厅跟厨房，我一切，它就出现你要的内容。这完全就是你可以直接拿来去出图，跟客户开会，或是跟你的不同的人简报的内容。那同时间你看我这样拉，我继续按右键跟我的 Shift， 我就可以调整这个日光的变动。有没有看到日光的变动？它会出现不同的时间点，到晚上的时候有日光、夜光，然后白天的时候是有日光的，然后光线怎么样折射进去？我看到它其实可以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了。那过来你看同样的角度我出现另外一个 Section Model， 这边也会出现，你看这地方会出现，这另外一个我们呈现的内容。那另外一个像平面全虚，你点开，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从天花板切了一个片，然后往内看的这个结果。你看这个都是剖透嘛，剖透的好处就是说也可以看到很精确的这个内容，而且你放的这个所有的东西是被看到的。所以说你今天如果知道这东西的方便好用，在这大概30-40分钟的教学当中，我们就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它是一个很方便让你进行的内容。那当然你要跟我说，老师这个里面都还要处理很多柜体，当然你要做设计，当然把它做好了。如果你设计不做好，事实上你也很难感觉到那个东西给你带来的那种成效，因为这是你的成果，这是你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用心做出来的设计成果。所以你要带给客户知道内容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些 detail 设计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的来处理，比如说你看我们在讲比较细致的小东西，你看剖面斜柜，这个其实效果很好，对不对？你可以剖出一个你设计完的 detail， 然后包括这种灯具后面的这个灯条，玻璃怎么砍入，或者是说你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小地方主卧，像我们这个还可以看到它的天花板的位置，对不对？你看这里我们的管线我们就很在意这个管线，因为它其实会对天花板产生一些直接的影响。那我就可以这样进去里面看我进去看管线怎么走冷气机怎么放然后跟天花板下面的关系还有像这个地方，我们走到房间来，房间这个地方的天花板的管线当然会有人问我说，老师你怎么都不建骨架？没必要吧？你何必还要把所有的骨架建出来？应该是不太需要。所以当然你在建模的时候，你在做设计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帮助你去做这个 detail， 完全是依赖你自己要怎么做设计。那我们来看一下厕所，你看到厕所的瓷砖它其实也是自然而然可以呈现出你要的这个结果。这只要你把你的瓷砖的图贴好，它看起来跟真实的状况是没有什么太大两样的。而且你看我们把这个事情交代一下到后面外面来看，假设像这个地方，你想要让它出现比较多的那种更自然的效果，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来，我们放大一下，我们将这地方的这个
它不是有 outline 嘛？你把它关掉多一点，你看 outline 关掉多一点，它看起来就没有那个线了，看起来就更接近我们在说的那种效果。好，你看起来它就比较没有刚刚那些问题。当然现在日光太多了，我们把它切小一点，不要让它那么夸张，因为现在看的是剖透，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效果。好，那我想这个快速的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整个的内容。那也谢谢现在线上有在看的人哈，我们直接跟你介绍这整个发展。不论你今天是不是已经上过我们的课的，或者你今天是不是已经对这个有兴趣，我都必须跟你说，其实用 BIM 去创造一个好的图说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不像以前我们觉得说好像有很多东西是很难建模、很难处理的。它其实速度又快，然后又可以快速呈现。当然 SK 我相信大家也不会不熟悉，很容易。可是如何让你的整个 model 变成是可以直接产出你要的图说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回来看看这边整个的内容，我们一个图完成之后，它基本上会有很多图说的。这个图说呢，它会有你各式各样的内容，譬如说我们在跟客户开会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简单的3D 图说。那你进到你的室内设计图说的时候，它会很多清单。你注意看这个清单呢，这个清单它其实是可以随心所欲去变化的。BIM 其实顾名思义就讲 information modeling 的哈。那你看这个内容，在这个里面，它就可以帮你分出很多可能的作用。然后你在平面图上面可以去做很多标示，而且你的标注，注意看这个标注都是真的有不同的内容的标注，它不是说像我们平常只是同一种标注，它是可以分类的。那在这里面，它也可以去做拆除图，你看拆除哪些地方讲得很清楚。那到我们的这个材料配置图，它也可以配置得很清楚。譬如说，我今天用什么材料、什么瓷砖，它等于是在这个档案里面就可以直接排版，你不用再另外拉到别的地方说，我还要再做排版的动作，我还要做施工图的排版，不用的，你直接在里面排版。那过来你看，在单一个图说来讲，比如说一个玄关，玄关我这样的平面图配3D 图说，你看我就可以直接变成侧立面图说，直接变成剖面图说，然后直接把大样图说抓出来。所以在过往我们在做的那些内容其实是比较麻烦的，这个是很单纯的。那不论你有没有上过课的人都要记得，在用这个东西去做你的施工图说跟你的设计图说呈现很重要。过来我们回到我们的 render， 我们的 render 的状态呢，就是你要做个影片嘛，所以某种程度来说，有时候我们要给他看结构图说，像这个，你看看这种状态不是那么常出现的，而且它其实可以自然而然在里面呈现一个图说。我们回到刚刚的地方来看，如果我想要让这边直接看到这个结构图说，怎么看？可以看得到，来，你看到这边其实刚刚是有个3D 结构图说的嘛，我们找一下，在这里面有一个结构图说。这边你看，我点一下，你还真的可以直接看到你要的内容。不过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它没有线啊，所以你在这边出现的这个，你要把这里改成等角透视图说，它才会看起来跟你刚刚所做的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如果你稍微会合成的人，就可以把这张跟刚刚我们得到的这个图说做一个 mapping， 你就可以把线带过来了。这样在解说你整个柜体的内容是很方便的。而且你看我还可以在这边出现你要的。我们把它锁定起来，我还可以在这边出现什么？你看这个标注，我等一下可以把它抓出来哈。标注你可以这边写上文字，譬如说这个是直接出现，这个是书柜。等一下这个输入法，现在字很大哈，但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处理这个事情。你看这个书柜，我们可以直接改变我们要的这个内容，譬如说8 mini 就好。有没有可以直接写上你要的这个柜体？这对我们在跟任何地方解释都很方便的。这电视原始，好，所以用这种角度去跟大家解说，其实用室内设计做这种 Revit 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不要把它想的太多，像是 BIM Revit 那么多问题。那我们这边其实里面有另外一个教学，有特别跟大家介绍这个内容哈。在这边我们有一个状态是这个，在做这个是方便大家可以去看的，就是怎么样做室内设计柜跟天花板灯。那之前在教这个东西，单纯只有讲柜子，现在我们在教这个的时候是从头开始讲，所以它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那同时间呢，我们这边有另外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在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会把所有的内容都讲清楚啊。你看它很多内容，从命名到所有的课程内容准备，还有所有的这个柜体，然后还有这个材料命名，很清楚的把所有内容跟大家讲清楚。如果你真的有要拿这个做案子的人，完全记得
你要去上上看。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只是要在学校运作，或是要在一些案子测试，没问题。看我们的影片，你多看，你就会得到，其实很多方法。那今天这个影片呢，可以快速让大家理解。那各位要记得哈，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个内容啊，在这个刚刚做的这个状态，简单的这个内容，我们是会送给大家这个 model 的。好，各位记得在我们留言跟我们留言一下，然后并且我们等一下会把这个资料加进去，你把你的这个问卷填一填，我们就会把这个档案寄到你的 mail 里面。好，今天直播到这边，希望下次看到更多留言。然后你如果留下你想要学的东西，是我们可以快速的在影片上跟大家介绍的，我们会为大家做做看，然后让大家知道。那如果觉得我们频道不错的人，也不要忘记哈，一定要记得来这边帮我们按个赞，支持一下我们，因为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如果你能够得到你要的这个内容，其实是快速的可以在这边看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么你按下一个赞，你分享一下，你就可以快速找到你要的状态。好，谢谢大家。